今天讲一部有点小烧脑的科幻惊悚片，它由大名鼎鼎的布鲁斯·威利斯领衔主演。时隔多年再刷本片，才恍然大悟导演隐藏了一个神秘真相。故事发生在2044年的堪萨斯州，因为未来科技的高度发达，黑帮只能通过时光机杀人灭口，而名为环形使者的杀手就此诞生。他们的工作内容非常轻松，只需等目标自动传送过来，然后用短炮将其毙命即可。每次目标的后背有4根银条，是作为报酬给予的奖励。如果有一天看到的是8块金砖，那就说明死的人是30年后的自己。这是黑帮为了抹除犯罪痕迹，不得已将他们进行的封还，也代表雇佣合同就此终止。封还后的杀手可以尽情享受30年，届时会被传送回来被新的自己杀，以此循环往复，不影响时间线，也自然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。男主老乔是一个有梦想的环形使者，他想退休后到巴黎定居，所以每次任务只兑换2根银条，剩下的会藏进小金库攒起来。这时的人类已经高度进化，世界上有 10% 的人具有意念驱动力。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很神奇，不过后来发现仅限于控制小物体。同为杀手的好友常用这招讨好女人，老乔对此嗤之以鼻。在纸醉金迷的酒吧夜场，有个舞女和老乔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她会像老乔的妈妈一样抚摸老乔，让其短暂忘记童年的不堪回忆。一天深夜，老乔被奇怪的响声惊醒，仔细看是好友从窗户跳了进来。老乔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好友慌忙讲述了事情经过。原来在白天执行任务时，目标突然哼出小时候妈妈教的曲子，意识到眼前的人就是自己。好友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。30年后的好友告诉他，在未来有个叫幻雨师的人拥有强大的意念力，他一个人横扫城市并收编了所有黑帮。传言因为目睹母亲被环形使者所杀，所以他上任后要把所有杀手进行封还。就在好友惊讶的同时，30年后的好友起身跑了。突发的状况把好友吓傻，只能呆呆地望着目标消失。老乔深知这种情况属于失环，下场无疑是被组织直接杀掉。正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起，原来是组织的杀手跟到了这里。看着惊慌失措的好友，老乔情急之下将其藏进了小金库。杀手们闯进后自然一无所获，于是小头目决定带走老乔审问。来到环形使者的组织总部，老乔见到了统管这里的老大，他是未来黑帮派过来的管理者，通过掌握已知轻松控制着整个组织。面对矢口否认的老乔，老大也不急躁，说自己知道老乔有个小金库，并梦想着退休后到巴黎定居，不过他更建议老乔去一下上海。老乔听后立刻猜到今天的事瞒不住了。老大继续说，要么交出好友，要么没收他的银条。想到横竖都逃不过此劫，老乔只好坦白好友就藏在小金库。很快，逃跑的未来好友突然收到信息，疤痕提示让他赶紧回去自首。顾不上思考太多，他认为只要逃出城市就好了。然而接下来却出现恐怖一幕，自己的手指正在一根一根消失，紧接着鼻子也被削掉了一半。慌张的好友立刻开车返回，可一切都为时已晚。等到赶回组织总部时，身体已经被砍掉了4肢。好不容易来到指定地点，只能用仅剩的断臂疯狂敲门。此刻的他知道自己会死，赶回来不过是想留个全尸罢了。随着一声枪响，未来的好友被击杀，2044年的好友也被大卸8块。第二天的老乔悠然醒来，在点滴了几下毒品之后，他才开着自己的小皮卡去上班。看一眼即将到点的时间，老乔端好短炮准备开枪。他不知道自己的封还什么时候来，或许是明天，又或许是明年。利索的打开奖励后惊呆了，想不到封还竟然是今天。查看未来自己的模样，老乔一时间百感交集。接下来的30年开始进入倒计时。老乔兑换银条后离开了城市，本来要去梦想中的巴黎，却鬼使神差的来到了上海。淳朴的民风让人非常舒服，老乔从此逍遥自在，每天取1沓钱醉生梦死。时间一晃来到3年后，此时的积蓄已经几乎败光。为了能够继续潇洒快活，老乔不得已干起了老本行。他也从意气风发的小伙子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秃顶老头。时间来到23年后，老乔遇到了自己的命定之人。只见女人转身回眸一笑，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杀手。老乔解甲归田，选择结婚，然后来到一个小镇，从此过上隐居生活。故事到这里或许应该完美结束，可实际上却是刚刚开始。时间来到30年后，名为幻雨师的人已经收编所有黑帮，老乔的幸福日子也走到了尽头。组织的杀手找了过来，老乔只能乖乖听命。这时屋外传来动静，杀手慌乱中开了一枪，而这一枪正中妻子的腹部。纵使老乔有万般不舍，但他终究还是被制服。随后众人来到一间废弃仓库，就当老乔被披上金砖戴上头罩时，他突然爆发挣脱束缚，然后凭借多年的经验打晕了3个杀手。老乔并不想破坏组织的规矩，他想利用时光机改变妻子死亡的命运。看一眼爱人的照片，再看一下眼前的时光机，老乔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计划。关上厚重的舱门，他决定穿越回去试一试。一道强烈的闪光过后，老乔凭空出现在2044年。小乔明显愣了一下，
目标为什么没有戴头罩呢？老乔用金砖挡下子弹，然后冲过去一拳打晕了小乔。等到小乔苏醒过来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，意识到自己的失环，他只能偷偷的潜回住处。来到家里，发现一片狼藉，隐藏的小金库也被打开。这时小头目带着杀手走进房间，小乔赶紧躲了起来。仔细看，果然是他们在搬运银条。等到屋内只剩一人，小乔冲出来将其推进小金库，然后牢牢锁住了开关。另一个杀手听到动静过来帮忙，小乔慌忙躲避，从窗户逃跑。杀手追出来连开数枪，让小乔手上一滑掉了下去。所幸赶到的老乔解围，2枪就击毙了楼上的杀手。他知道如果小乔死了，自己也会跟着一同消失。随后不久，组织总部乱成了一锅粥，老大派出所有杀手开始追捕小乔和老乔。他无法忍受1个月内竟然出现2次失环。与此同时，老乔悄无声息地来到档案馆。原来他的计划是找到幼年的幻羽师杀掉，这样就能阻断30年后被封还的命运。很快查到3个相同年月日的孩子，并将他们的地址打印了出来。就当拿到地图准备离开时，手臂上突然出现了小乔的留言。这时的老乔不禁感叹，年轻时期的自己真是个蠢蛋。第二天，小乔和老乔约在了一家酒馆。小乔质问老乔为何不遵守组织规定，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人生轨迹。老乔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，然后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妻子。小乔说，你自己的事管我屁事，为什么要把我牵扯进来？老乔说，咱们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事实，将来的他会帮你戒掉毒瘾，从而让你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小乔对此不屑一顾，然后说，把你妻子的照片拿来，我记下后绝对不会去打扰，这样他就不会死了。老乔听后越发觉得年轻的自己蠢爆了，不过他没有发怒，而是将30年后幻羽师的恶行讲了一遍，并拿出地图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。这时的小乔有些骇然，想不到好友说的事情竟然是真的。尽管如此，小乔还是觉得与自己无关。谈不拢的老乔当即想要离开，而早有准备的小乔发动了突袭。就在2人拉扯的同时，组织派遣的杀手赶了过来。老乔架着小乔向后撤退，小乔趁乱挣脱束缚，并在跌倒时撕下一块地图。激烈的枪战让2人分道扬镳，老乔逃进了旁边的甘蔗林，小乔则找到了一辆摩托车。当天傍晚时分，逃出来的小乔想到了地图，找到标记的位置就能等到老乔。幸运的是，地图上的位置就是附近的农场。等到小乔赶到时，正巧毒瘾发作，农场的女主人安娜救下了他。次日，小乔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，刚想查看具体情况，安娜走过来警告他赶紧离开，不然的话就会开枪射击。小乔丝毫不惧地起身靠近，然后掏出地图解释要在这里等人。安娜接过来仔细一看，上面竟然有儿子的出生日期和医院代码。所幸里面装的只是石子，小乔才侥幸捡回一条命。安娜质问他为何有儿子的身份编码，来农场到底有何企图。小乔迫于压力讲出实情，并表示老乔会随时杀过来。解释清楚后的小乔和安娜握手言和，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。安娜要保护自己的儿子，而小乔要杀掉老乔完成任务。当天夜里，小乔被安娜的儿子叫醒，说是做了一个通讯工具，看得出他的智商非常高。于是小乔询问安娜的情况，然而男孩却说安娜不是妈妈，真正的妈妈已经被人杀死了。第二天，小乔拿着通讯工具找到安娜，并讲了一遍小男孩昨晚的话。安娜解释说自己的儿子曾有姐姐抚养，后来姐姐死了才正式带孩子。随后安娜和儿子做算术题，可小男孩故意放错数字，安娜生气地说要关他紧闭。男孩听后非常愤怒，原来他认为姨妈的死全是妈妈的错，所以经常动不动地挑衅安娜。看到面带凶相的儿子，安娜没有上前安慰，而是跑出房间，然后躲进了一个保险柜里。等到儿子的情绪恢复过来，母子俩又重归于好。男孩也对安娜说了对不起。刚刚安抚好儿子，门外却来了追捕小乔的杀手。就当小乔要被发现时，小男孩带他来到了一个秘密通道，穿过通道能够来到外面观察。这时小乔教育男孩不应该和妈妈争吵，然后说自己从小就没了母亲，所以要好好珍惜眼前的亲人。与此同时的老乔找到了第一个孩子，然后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。做完这个后，他还要击杀2个，可他真的不忍心再下杀手。当天晚上，安娜突然有些寂寞难耐，然后呼叫了楼下的小乔。等到2人一番云雨过后，小乔发现安娜是一名意念驱动者，而且能力比正常的强大太多。第二天，小乔刚刚走出房门，却看到安娜被昨天的杀手劫持。小乔劝说对方不要轻易妄动，自己会杀掉老乔完成任务，然后向组织总部请罪。杀手听后说小乔最好别耍花样。这时小男孩突然出现楼梯，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吓摔了下来。小乔想上前去接孩子，可安娜却扑过来将他推开，紧接着房间的物品全部漂浮起来，杀手也跟着悬浮空中。此时男孩的情绪逐渐放大，随着他喊出刺破耳膜的吼叫，飘在空中的杀手发生了爆炸。
刺激的画面联动了老乔，他意识到小乔所在的地方才是幻语师，然而下一秒却遭到了组织小头目的埋伏。同样意识到男孩是幻语师的小乔急忙查看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人。安娜让小乔放下武器，小乔则询问他姐姐的死因。原来小男孩在婴儿期情绪失控，然后用念力杀死了姨妈。小乔听后震惊这种危险的存在，随即想到老乔的计划是对的，他们必须杀死幻语师。安娜苦苦哀求放过儿子，保证绝对不会让其走上犯罪道路，但小乔还是铁了心的要杀掉男孩。可当找到男孩时，小乔又心软了，对方只是一个单纯的孩子，内心的良知最终占据上风。小乔迫于无奈选择了放弃。猜到老乔已经知道真相，组织也会因为杀手自爆赶来，小乔让安娜立刻动身离开农场，逃离得越远越好。同一时刻的小头目押着老乔回到总部，本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战绩，却不料老乔突然爆发，然后抢夺枪之后一顿扫荡，并很快解决了大部分杀手。或许是经过了30年的洗礼，老乔如同开挂一般横扫千军，纵使组织内部有多如牛毛的杀手，可最后都被他杀得片甲不留。总部的老大还想做场交易，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一梭子弹。如雷贯耳的杀手组织就这样全军覆没，唯独苟活了腿部受伤的小头目。当小乔走出甘蔗林时，老乔载着一车金砖赶了过来，小乔准备干掉老乔，然而下车的老乔却扔来一块金砖，他让小乔开走这辆车，并声称自己干掉了整个杀手组织，以后不用担心被人追杀，更不用担心未来生活。小乔不想让对方杀幻语师，但老乔已经下定了决心。正在这时，小头目冲过来搅局，他想为组织报仇雪耻。正所谓帅不过3秒，小乔在他再次冲来时荡起尘土，来不及刹车的小头目摔了下来，一时间生死不明。此时的老乔已经不见踪影，原来他来到农场堵住了安娜的去路。安娜想加大油门硬冲过去，老乔不甘示弱开枪反击。惊恐的一幕让小男孩再次爆发，念力直接让他们的车子腾空而起，然后重重的落了下来。安娜拉出儿子拼命逃跑，老乔紧随其后疯狂射击。安娜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儿子连忙回头查看，趁此机会的老乔赶紧瞄准，一枪打中了男孩的下巴。地上的杂草突然漂浮起来，安娜意识到大事不好。此时男孩怨恨地看向老乔，就当老乔想要再补一枪时，男孩爆发了恐怖如斯的念力，强大的冲击波犹如炸弹一般，正好掀翻了驾车赶来的小乔。小男孩缓缓地站起身子，眼看着要把老乔撕成粉碎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安娜的母性光辉起了作用，并让儿子逐渐冷静下来。男孩上前搂住了安娜，安娜急忙抱紧他轻声安抚。回过神的老乔追过来还想射击，安娜用身体掩护儿子逃跑。这时的小乔一瘸一拐赶来，猛然间他用念力看到了未来，老乔开枪杀死了安娜。逃走的小男孩从此埋下仇恨种子，并在30年后变成了黑化的幻语师。之后老乔的妻子依旧会被杀，结局无尽的变换终究是个死循环。就当老乔准备扣动扳机时，小乔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选择相信安娜会感化幻语师，从而改变所有人的命运。于是小乔对着自己开了一枪，在他倒地死去的一瞬间，老乔也跟着一同消失。这时小男孩走出甘蔗林，母子2人终于获得了安全。安娜找到装满金砖的车子，并看到了旁边已经死去的小乔，捡起地上的怀表，安娜轻轻抚摸了他，就像小乔妈妈的抚摸一样。至此本片结束。很多人看后对该片提出2个大胆猜想，第一是真正的幻语师不是小男孩，而是小乔本人；第二是安娜根本不是男孩母亲，而是30年后黑帮派来的人。因为猜测的依据有些勉强，所以主流结局还是小男孩最终健康成长。小乔用牺牲自己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整个世界。So I changed it.